会提到说天堂书，其实它源自也是马斯特里克这个天堂书去传播的。在整个10天之内，它最重要的其实马斯特里克它没有机场，它只有一个就是小型的，可能是工业商业机场，它没有对民用开放。但是这个时期它机会很多各地来的 VIP 会坐私人直升机到这个机场来，所以它这个机场就专门开放给直升机，然后它又设置了很多的那个交通，比如说我们的自行车啊，然后还有就是住宿啊，就刚才我说的，就是居民们提供住宿给大家，它完全是一个全程互动的一个活动，甚至在餐厅里面，餐厅主也会很热情的告诉大家，就说接下来哪一天会有什么活动，因为它的指引牌还有整个小镇里面的标识是非常清楚的，它的视觉设计也是整个城市是统一的。它完全是市民深度协作的一个活动，全城10几万的居民提前10几天，他就会进行筹备，把橱窗的装饰、志愿者的协助导览、学生参与的布展，形成了艺术东道主的意识。他本地的艺术家与工匠或先有展示的机会，在特法府的那个广场前面，因为我每次去都下雨。所以就是他们会在就像我们的小集市一样的，他们会展现他们本土艺术家和工匠的一些小作品。所以说，马斯特里克他将特法府转化为全程文化运动，从交通工勤人员到学堂，从葡萄酒庄到古董店的店主，人人成为艺术生态的构建者。这种深度的协作，它不但保障了整个博览会的顶级体验，更让城市本身成为一体一件的流动的艺术品。这与完全诠释了文化事件驱动城市再生的全球典范。马斯特里克的那个博览会是每年一季，是在每年的3月的10号到20号。但是接下来我要分享这个案例是明斯特的雕塑展。明斯特的雕塑展是10年一次，这个10年一次，这个时间的跨度就会让人很惊奇。就是一个展览可以用10年去筹备和策划，它会是什么样的展览？我有幸在2017年去了参加了，就是它的第4届的博览会。当时就是整个欧洲有几个盛事，从明斯特10年的雕塑展，到那个卡塞尔的3年的卡塞尔文献展，再到巴塞尔的艺术展，到威尼斯的双年展，在17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盛事。然后我有幸一起都走过了这些展览。明斯特的雕塑大展，它可以追溯在1977年，是由明斯特的城市公共艺术计划案里面所提出来的。明斯特它其实是一座远离国际艺术世界而存在的德国的边陲小城，它是全球公共艺术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盛事之一。它以超长的周期、城市的全域介入和学术的深度，重塑了公共艺术的范式。它是一个城市互动及全球影响的盛事。如果大家只是看这一片水面的时候，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件作品。但其实这就是艾特曼的一个作品叫《在水上》，它是通过水下铁桥横贯港口，它一具隐形的水下人行桥装置，让行人走在如同凌波微步，百人共同参与，它化身成为一个动态的雕塑感觉。因为在明斯特这个雕塑节上面，它的选择是非常严格的。至今来说，中国的艺术家只有黄永平老师进入了这个明斯特的展览。
那么黄永平老师，他是在1997年参加了这个展览，他也是折射了这次的学术的严苛。他参加这次的展览的经历，是因为在教堂里看到一座在2战期间双臂被毁的基督像，为此呢，他在教堂对面创作了50只手的千手观音，当时叫白手观音，这是他早期的版本。他也因为这一次的创作，后来他又陆续创作了千手观音。他与断臂的基督像相互对照，当时放的是跟基督像对面的。对比中国其实很多昙花一现的艺术节，明斯特也是证明了公共艺术是需要超越的装饰性，成为市民共建的文化基因。那这是瑞士艺术家的作品，其实他并没有做一个特别的作品，而是增加了一个新的底座。这个原来的作品还是原来城市的雕塑，但他把底座升起来，其实他也是让大家去感受，就是说我们探讨是不是城市需要一些新的作品，作为关心一种文化遗产的现象存在。这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思考，我们是不是要产生太多的新作品之前，要三思而行。这些作品都是成为了明斯特的常设展览的作品。这个樱桃柱，它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它主要是把停车场后来变成了步行街区，也因为这一个作品，周边的咖啡馆兴起了。在2007年第3届的时候，加装了一个玻璃罩，其实也讽刺了我们对建筑的一个崇拜。明斯特的这个10年一次的张双年展，10年一次的展览，其实它也是产生了经济与文化双引擎这个概念。2017年，30万的人口吸引了将近35万的游客，所以在这里也可以想象，它的概念也是跟马斯特里克是一样的，整个全承接民宿，很快就是2027年将近第5届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真的提前要预定。通过这3个案例，那我们都可以去了解，就是说，以公共艺术赋能的生活案例，它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公共艺术的多元的价值，透过公共艺术重塑生活的实践，也能理解公共艺术的独特的能力。它为我们打开了理解公共艺术本质的大门。当公共艺术深入到生活的成功的样板当中，我们了解什么是公共艺术。公共艺术它是具有纪念，在这里我分了几个板块，它具有纪念性。我看一下跟我的不一样，它的表现非常多元，因为它主要是在街道、广场、公园和交通枢纽当中强调公众和环境及社会的互动。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我今天可以展示的就是这几块。公共性前面，因为它是一个跟城市公共符号对话，它才是会成为城市精神的视觉化的表达，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化的重构及城市的精神名片。在去年，我们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展览，就是让大家了解什么是公共艺术。那么这个展览呢，是在4月份开展的时候，是也为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一个项目。我们邀请了就是说世界不同的国家，来自于30多个艺术家，在我们美术馆进行了呈现。这个呈现里面呢，就我们探讨了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我们从街道的涂鸦，然后到行为艺术和公共装置，这个在地性呢，都是艺术家们来这边居住了10几天，才在美术馆呈现的一个效果。
这我们也不一一讲解了。然后纪念性的公共艺术呢，其实它就是包含了广场的雕塑、纪念性的雕塑，通常是用于纪念历史的事件、人物和文化的传统。城市的雕塑和纪念碑，就像深圳的莲花山公园的这条平雕塑，包括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纽约的自由女神，它这些都属于纪念性的公共雕塑装置。另外一点，按媒介的分类，也是有浮雕、传统的常见的公共艺术形式，有金属材质和木材等等。壁画就是在建筑墙面或公共空间绘制的大型的绘画，常用于表达社会的议题及文化的故事，利用建筑墙面进行创作。色彩一般是比较鲜明的，主题是贴近我们的社区文化。这一个乌狗的作品，它是在沙漠里面呈现的一个主装置，这也是人和自然的一个对话。因为很多的城市美学表现在就是公共涂鸦，在德国柏林也号称为涂鸦之城。最早的起源就是代表了冷战时期的标志，就是柏林的涂鸦墙。二战后呢，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共同管理德国的首都柏林。由于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德国被迫分裂为东德和西德，也就一分为二。世界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冷战的压力，所以呢，反而激发了人们对思想的彻底的释放。没有经济压力的西柏林人，他们听音乐、去夜店、看演唱会，在柏林墙上任意的涂鸦，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所以这样就诞生了一条在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天然的画廊，就是东区画廊。这面涂鸦墙也是全世界最具代表的公共艺术作品。这是一个就是纽约迈阿密的一个街区，迈阿密的温伍德街区艺术街区，它曾经这里是工业的仓库。在2009年，房地产开发商通里邀请世界各地的涂鸦艺术家在这里创作，将这里改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艺术街区。如今这个街区里面布满涂鸦，还汇集了70多家画廊和博物馆，以及数10家的餐馆、酒吧。这里也是世界最大的户外街头艺术博物馆。在这里每年呢，在就是11月的时候会有迈阿密，就是也是阿特巴手在迈阿密的呈现。在这个期间呢，每年也是涂鸦街区的一次新的作品的更换。我最佩服他们是他们墙上的绘画，他们会有一个画廊，他会把这画廊的会呈现墙上的墙面的作品，然后我们在画廊可以买到这些在户外的作品。当然它是一个版画性的模式存在。这就是商业又跟这个街区产生的互动。然后按空间分类的公共艺术呢，它其实是具有公共空间起到装饰性的艺术效果，位于城市公共空间的一些局部、广场、公园的街区。通常它也是将与城市规划及设计紧密的结合，主要是用于美化环境，提升公共空间的美感。这个作品是英国艺术家丽莎·威斯特的作品，她一直是以色彩为著称去创作公共作品。美术馆呢也在就是我们刚开馆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做一个关于色彩的展览，也邀请他来深圳进行了考察和参观。当时他就对我说他觉得深圳是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的城市，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是艺术让这个城市充满活力，而是建筑让这个城市充满活力，但是真正欠缺的是色彩。所以我也是很希望看到深圳未来会有一些关于色彩的一些装置在深圳出现。那么还有一个具有代表的公共空间的作品是芝加哥的千禧公园里面的云门雕塑。这个雕塑呢，其实就是安妮什卡布尔的作品。安妮什卡布尔曾经也在我们城市两馆做过他的大型个展。
因为这件作品呢，它有3/4的外表反射着天空，它的名字象征着雕塑把天空和游客连接在一起的作用。于文它的作品价值将近2300万美金，它的出资方和企业都是靠他们的捐款，并没有政府的资金支持。当这个作品落成的时候，《时代》杂志称这个雕塑为跟游客合影留念的必去之处，也就是我们的打卡之地，也把该雕塑形容成游客的磁铁石和非凡的艺术作品。甚至这个云门已经成了芝加哥的一个地标，然后城市为它印发了一些宣传单和纪念册，还有运动衫。它的衍生产品也为这个城市为公共带来了一些商业的价值。还有一些功能性的艺术设计，它主要是把艺术融入到公共设施，如公共的长椅啊、走廊等、路灯、公交车站、喷泉，它也属于是功能性艺术设计的一个部分。这里我很想说的是那个潘通，菲利普潘通，他是很善于用色彩在城市的一些公用性的建筑上面进行覆盖，然后在巴黎的那些桥上面就经常我看到有2座桥是用他的作品进行桥的装饰，所以在整个巴黎。我看我这没有放个图片，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突然出现一片这些色彩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惊喜。这也就是公共的装饰这样功能性艺术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视觉冲击。像这个钟，它也属于功能性的公共艺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动态与新媒体的艺术，它是拥有声光电交互，是大家沉浸在其中的一个沉浸式的艺术。那么我们这次讲的案例是我们深圳有个光美术馆，我觉得深圳的光是做的非常棒的一个艺术体验。还有我们的就是无人机，就无人机的表演，它也是公共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接下来是表演艺术与艺术事件。这里我想分享的案例是艺术家 JR，他也善于用就是喷绘打印，然后将人和我们的建筑或者是当地的一些地标性融为一体。而在这一次的艺术事件里面呢，等于 JR 跟刘柏林，我们中国的艺术家也是号称的隐形人，他做了这个艺术事件。首先是 JR。用拼贴的方式，用金字塔跟卢浮宫做了一个就是融合。然后呢，刘柏林他进行了2次创作，他跟 JR 2个人是隐形的，在这里面其实你是看不到，其实他这两边还有2个人，是刘柏林和 JR 站在这个空间里面。这个艺术事件。然后还有就是克里斯夫妇，克里斯已经他已经去世了。当年他用了就是也是前几年他用了那个包裹的方式，把凯旋门进行包裹。那为了这个包裹的凯旋门，包括我也是飞到巴黎去看这一件装置的作品。他让我们就把我们既熟悉的人工景观，然后通过他的再创作，形成了一个新的话题。它也是为大地艺术开创了新的可能性。Chris 他们包裹了很多，包括岛屿啊、水面啊、桥梁啊，它很多这样的一些装饰的案例。这是行为艺术和我们的艺术节里面的一些案例。我们在木樨美术馆刚开馆的第2个展览是我们的艺术家红河鸟的作品。它其实因为保税区它是一个转型。由物流转型所要发展成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红河鸟当时他制作了一个大的垃圾桶，我们呢用吊车的方式把一个非常巨大的集装箱塞进了这个垃圾桶里面。艺术家童坤他认为，他说这就是他至今来捡到最大的一个垃圾。刚好这一个
作品，它对应的我们当时从木樨美术馆的广场可以直接看到帝王那个地标，那么它其实也是标志着深圳的一个转型。同时呢，这个集装箱它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产业走出去，走向世界，也通过了这个港口保税区里面，而且我们就把这个垃圾桶刷成了金色，也代表曾经辉煌的过去，因为它是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一件作品。当然，这个是临时存在的一个作品。我还要讲一个是艺术事件的一个作品，因为我这里没放案例，就是法国艺术家他把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一个演唱会，他把 Bob Dylan 和猫王他做了一个海报，在纽约他到处去分发这个海报，他说将会在某一天这个演唱会将会出现在纽约上城，所以呢这个海报成了全球因为到处发嘛，全城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海报。但其实这个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它形成了一个艺术事件。这个海报也为此成了一个艺术作品，大家都很期待，如果真的是有这么一个演唱会的发生，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这样的艺术事件，它也是一个行为艺术的表达。在去年迪奥在深圳湾做的一个活动现场，它的背景就是这个海报组成的，就说有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可能正在发生，它也是提供了我们想象的空间。关于社会介入型的艺术，它是以艺术推动社会的改变，如抗议或者社区的改造。它有教育的功能，是以直观的形式传递。比如像我们说的，就是环保的理念、平等的概念，公共直接参与创作，反映了我们集体的记忆和诉求。也是由就是社区的居民共同拼贴编织的公共项目。刚刚大陆内海那边就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网状的项目，其实就是居民共同创作的。那这一个呢，就是崔真化的作品。他崔真化一直是反对塑料的艺术家，但是同时他又用的塑料来进行艺术化的创作。因为崔真化是韩国艺术家。他这个莲花也是作为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作品。那个崔真华还担任了2018年国际冬奥运动的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艺术总监。崔真华我也邀请他来过深圳，当时呢我们很想做他的展览室，因为崔真华他提倡环保，他连手机都不用。我们联系都是要靠邮件的方式进行去联系，而我们当时想，如果是他没有手机的情况下，我们怎么联系他？甚至我们当时也想了，用他的莲花在我们因为它刚好对应了我们的莲花山公园，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跟我们的城市整个发生互动？比如在莲花山公园，我们放他的莲花作品；我们在深圳湾的那个湖面上放置他的作品。我们全程进行一个寻找莲花的一个打卡的一个行为活动，但是这个确实是没有做啊，因为后来在19年他来以后，2020年就遇上疫情，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还是在我们的想念当中。我也想说一下我们本土的艺术家，就是陈粉丸。陈粉丸他也是很善于把公共的事件融入到他作品的一个艺术家。也有人说粉丸他不是个艺术家，说他是一个就是美城的一个装饰者。其实我觉得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了，因为美的空间它不一定是说我很美我就不是艺术作品，因为粉丸他是一直是用粉色的颜色进行他的艺术创作。他在南海大地艺术季的时候，是这个作品就是在木樨美术馆的呈现。在南海大地艺术季，当时那个村子是很多村民已经离开了这个城市，这个村子，整个村里面没人居住，没人居住的村，它会形成什么呢？就是潮湿，房屋里面墙皮脱落。那粉丸抓到了墙皮这个概念，他用他的粉色的颜色把墙皮脱落的墙皮构建了一个形状，然后他用这个形状剪成了一个这个花纸的效果，然后把它串联在一起。其实他把每一个墙皮都写上人的名字，比如这是阿强家，
这是什么小红家，他把每个都具有代表性的说，你家的产品脱落成这种形状。其实他因为这个记忆的作品在南海大地艺术季在这个空荡的房子当中呈现以后，就是很多村民会回来去看他们的家发生的一个变化，所以这也是后来这个村庄也慢慢开始大家开始回流，这个村子也已经开始有了生机和活力。那这个作品呢是粉丸用那个转经筒的概念，它征集了很多人的手掌心，就手掌的掌纹，然后用掌纹做成的花朵，然后在转经筒里面，它其实相当于是无数的人为你去祈祷，为你去祝福。当我们进入它这个装置作品里面，就会觉得自己是在被祈福和祝福当中，非常有意思。我们深圳还有一个艺术家，这是杨光老师。杨光老师呢，他因为我们深圳是个电子之城，我觉得就是深圳好多的一些公共空间没有用到我们深圳或者本土的艺术家，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杨光老师他一直在收集废弃的电子物料，然后把它做成不同的装置作品。这是在公园里呈现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在想电子元器件，你除了用在我们的就是电子产品上面，我们还可以把它做成这样的作品，你会一种什么概念？它也是其实批判了我们对电子产品过度依赖和消费的一个概念和，这是那个戴云老师的作品。戴云老师他是用了我们抛弃的钢筋水泥进行再创作，他这一个作品叫纪念柱。这个纪念柱呢，你看它也是像一个对我们就是工业进程化、城市进程化，我们的建筑的垃圾，然后把它形成这么一个纪念性的一个地标。在戴云老师在城市美术馆做展览的期间，然后这一件作品是立在门口的广场上面。它很有纪念意义的是，2004年这个标识，它其实就代表了居民的一个，就是我们当时还说户口取消了户籍制度那这个作品现在因为它的展览，随着它展览结束后，它就已经收起来了。我觉得非常可惜。如果是深圳它